每一个达成的目标都是下一个目标的起点，可以随心所欲，但不能随波逐流。就好像安娜一样，一个人在野外建造了100亩大庄园，闲暇时种一种地。最离谱的是，别人在野外一天饿3顿，他却是吃顿晚饭，不仅有着秘制的鱼肉，就连炒个米饭都得用3颗野生的蛋来补身体。前几天，安娜把菜园装修了一番，还使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获取了肥料。今天又是个难得的好天气，一大早，安娜为食玩家禽，决定回去一趟去采购点蔬菜，好种植在新的菜园中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安娜又带着新的家庭成员回来了。良好的天气，就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能使人心情愉悦。安娜来到菜园，把园子里的卫生收拾了一下。由于昨天燃烧过的地面上还有很多没有充分燃烧的杂草，所以必须把杂物清理掉，才能开始后面的工作。为了方便种植，安娜拿着锄头把泥土重新翻新了一遍，确保草木灰能充分融入每一处的泥土。虽然赶了大半天的路，簸箕里的蔬菜看起来活性还不错，看得出安娜为了调剂自己的口味，还单独采购了土豆。新来的小猫咪已经融入了大家庭，慵懒地坐在园子里晒着太阳。虽然今天还有大把的时间，但是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把蔬菜种上，确保蔬菜的成活率。由于打算采用稻草全程覆盖的技术种植，需将地块起畦。科普又来了，畦就是田地中的过道或沟渠，分割成条块，用于种植作物的平面。在畦的中间掏小沟，在畦面上使用锄头在地块中挖出土垄，方便自己种植。接着使用小刀把土豆从中间一分为2。种植土豆之所以要切开，是因为切块种植能促进块茎内外氧气交换，能起到提早发芽和出苗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减少原材料的使用。而且小块的生长力和抗旱力强，播种后出苗早而整齐，有显著的防病增产效果。但是要把控好种植的密度。覆盖稻草可以改变土壤的环境，提供所需的微量元素。处理好土豆，把青菜也种入挖好的坑中，一颗青菜一个坑的对号入座，全部单独买好。一番忙碌才把青菜搞定。由于采购的生菜都是单独一株的，种起来就方便了许多，只需依次把它们种入坑里就好。再给最后一块菜地种上油菜种子，菜园部分的工作就完成了。由于进入了初冬时节，山林里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安娜决定给刚种的蔬菜建设个大棚。由于没有购买搭建棚子的材料，安娜取回来竹子和棕榈叶，使用竹子搭建出框架，把叶子铺设在竹子上，模拟出棚子的样子，来保证蔬菜的正常生长。忙碌完一切，终于有了闲暇时光。安娜来到出水口，把近2天堆积的脏衣服洗了一下。小猫咪也跟着来到了木屋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。洗完衣服，安娜把衣服晾晒了起来。前一阵架设的引水管道已经被疯长的杂草遮挡了起来。为了有个好的生活环境，安娜把周遭的杂草清理了一番，腾出开阔的视野。由于没有考虑出水口下方的建设，流出来的水流在地面四处流淌。为了解决水流问题，安娜顺着引水口挖了一条排水渠，方便水流流入河道中。先在2边处理好水渠的走向，接着在中间把水渠打通，完成水渠的河流。忙碌完水渠的工作，趁着空闲时间多，又在红薯地旁边重新开垦了一片菜地。忙完一切，安娜在出水口清洗了一番，
返回木屋制作了一些鸡食，来到禽舍把家禽喂养了一下。打开围栏的瞬间，骑兵争相恐吓的场景好热闹。喂食完家禽，才查看起了近几天的收获，满满一盒子的鸡蛋，足够让安娜奢侈一把。安娜取了一些鸡蛋返回了木屋，接着在屋后摘了几个茄子，来到了厨房，打算犒劳一下自己，刚好把前些天钓的鱼解决一下。由于最近一直没有好好做饭，囤积的柴火早已用光了，安娜只能先收集一点柴火。一番忙碌过后，天色也完全黑了下来。回到小屋，打开了照明，把柴火收集到一起，堆放在炉膛底部。返回木屋，换上了睡衣，顺道取回来食材，开始制作晚餐。虽然许久没有制作大餐，但安娜还是轻车熟路，架设上平底锅，给炉膛中加入足够的柴火，在平底锅里倒入油，把鱼放入锅里进行煎制，必要的翻面，才能保证两面都能均匀受热。一小会的功夫，鱼就煎得两面金黄了。安娜切了一点西红柿制作出配菜，虽然阿黄还没吃饭，却在一旁呼呼大睡了起来，把配菜淋在鱼的表面，鲜艳的食材搭配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把做好的鱼盛出来，给锅里倒上切好的胡萝卜，再放入米饭。由于多了几张嘴，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健康，安娜破天荒地奢侈了一把，打入了3个鸡蛋，简单的搅拌后，香喷喷的食物就出锅了。老规矩，先给孩子们盛出食物，安排好孩子们，安娜才享受起了美味。一口加价不加量的米饭，配上一口香喷喷的鱼肉，这味道简直不要太哇塞。而小家们的战斗力还真不错，转眼就啃得干干净净。安娜只好自己少吃点，给孩子们多来些。忙碌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把炉膛里的火烧旺，烧了一壶水，安娜才返回了木屋。每个人都有怯懦软弱的时候，强者之强不在于他没有弱点，而在于他能够战胜自己的弱点。那么视频前的您，究竟是强者还是弱者呢？生活是一壶琐碎，盛尽欢喜，道出忧伤。为人哪能事事如意，样样顺心？人生有成有败，才合常理，走自己的路，看自己的景。就像我心目中的安娜一样，凭借一己之力，在深山幽谷中建设了整片山头。从最初的一无所有，到现在的100亩庄园，没有帮手，全部是自己亲力亲为。历经1年半的建设，他每日农耕垦田，竹篱茅舍，在野外过起了田园生活。转眼已是秋去冬来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虽然忙里偷闲休息了几天，安娜也没闲着，在竹屋下堆积了足够的材料，打算过几天把竹屋修缮一下。昨晚的一场暴雨并没有影响到按时打卡上班的太阳公公。一大早，小鸡们在秦王的带领下又开启了觅食之路，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公事。有了木桥的支撑，秦王也能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往战场了。晨起的投喂是安娜每天的必修课，鸭子们争相抢食的场景俨然成了一幅活着的五禽图。池子里的锦鲤和小鱼苗也欢快地吸着水，无不透露着新一天的朝气蓬勃。为了合理利用庭院的每一处土地，安娜早早的就忙碌了起来，准备把木屋前面的空地也给开垦出来，让其增加食物的储备。历经1个多月的建设，屋后的菜园已颇具规模，随时可以供给各种蔬菜。虽然有了一片私家花园，随时可以陶冶一下情操，但为了保证有足够物资去兑换其他所需的生活用品，花园的价值就变得一文不值了。种植的凤仙花也失去了原本的作用，必须清除掉。
虽然工作量并不大，但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，每一锄头的挥动都会回报到大量的汗水，稍稍的休息才能有充足的体力持续工作。当然，处理出来的杂草可不能浪费，堆放在合理的位置，才能等晒干后变为草木灰。地面的处理虽然枯燥无趣，好在有一群忠心的追随者簇拥在安娜的周围，给安娜解闷。不得不说，动物都是有灵性的。随着安娜一声召唤，小鸡也能准确无误地接收到信号，把刨出来的蚯蚓叼走。小伙子们也坐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着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安娜并没有和之前一样给地块做出框架，而是打算直接制作栅栏，把土地给围起来。来回跑了几趟，把准备好的竹子运回木屋，开始制作栅栏。合理的节省体力才是科学的工作方式。由于竹筒底部进行了削尖处理，所以栅栏的安装采用关键点进行挖坑直埋竹筒，其他部位只需铆足劲，把竹筒钉入挖松的泥土中就可以了。再给坑中回填入泥土。当然，如何使泥土含有特殊气味，也是日常操作之一。不过就是这老是光脚干活，是不是有什么说法？使用木头充当大锤，把每一根竹筒砸紧实，确保栅栏的坚固性。大半天的忙碌，框架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。接着拆开捆绑好的竹板，还是一样的安装方法，先按一定的倾斜角度斜向安装上一排竹板，每片竹板之间都得留上均匀的间隔，再反方向安装上竹板，按照交叉的方式把竹板上下固定起来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浸式敲打，栅栏就全部制作好了。当然，为了方便自己进出，得提前预留好进出口。几个小时的忙碌，刚翻过的土地又被晒得干巴巴，安娜只能重新把地翻新了一番，收拾好园子里的工作。安娜来到禽舍前，把前一阵没使用完的稻草取了下来，准备按照一样的方法制作一批草木灰。回到菜园中，把稻草均匀地铺设在地块表面。刚开始工作，阿黄又不老实了起来，再一次钻进了林子里，和未知的玩意斗智斗勇了起来。安娜只能召唤着阿黄，尽量安抚着阿黄的情绪。看来这家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，又忘了上次被咬的事了。安娜铺盖好杂草后，顺带点燃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安娜需要在一旁照看着杂草的燃烧，直至火堆熄灭。有了前面种植土豆的经验，就能驾轻熟路地进行操作了。先得地块起齐，挖出小沟，在地块上做出土垄，接着把土豆种入挖好的沟里。由于原材料足够多，所以安娜奢侈了一把，没有进行切块处理，直接埋入整个土豆，把控好土豆的间距，依次将土豆埋入沟中，回填入泥土，土豆就种植好了。再给有草木灰的地块里种植上青菜。来到另一片菜地，给地里撒上蔬菜种子，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，顾不上休息。在出水口取来了泉水，给每一处的菜地都浇上了生命源泉，保证每一片菜地都能得到泉水的滋润。看着一天的劳动成果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想起来还没喂食的家禽，安娜返回了木屋。渐暗的天色预示着又一天的终结，只有棚子上一对小情侣在谈情说爱，成双入对的场面让忙碌的安娜略显孤独。没有鲜花和掌声，只有独自一人的每日劳作。虽然很累，但也乐在其中。安娜取了一些杂粮，打算把饿了一天的家禽喂食一番。傍晚的山涧缺少了灯火气息，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。安娜来到禽舍前，随着一声召唤，饥肠辘辘的家禽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就连棚子上的小情侣也被活活的拆散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怨妇不肯下来。喂完了家禽，踩着鹅卵石小径返回了木屋。随着灯光的亮起，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。在我看来，努力在每一个今天，那么你每一个明天都不会有遗憾。半盏清茶，观浮沉人生；一颗静心，品清凉世界。现在的您又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常常为环境所迫，被困难所迷惑，放弃了希望，厌倦了生活，觉得路越走越窄，苦越来越深。其实窄的不是路，是思想与感情；深的不是苦，
是感受与心情。若你有一丁点空闲的时间，不妨看看安娜让人羡慕的生活，或许你也可以这样。她用了2年时间，在深山幽谷中建出了100亩大庄园。为了使庭院通上电，她利用水流高度差的原理，建设了一个河坝式的发电设施。它就是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，各种技能汇聚一身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不仅能让你学到各种知识，还能唤醒你奋斗的心。黎明前的山涧，在灯光的衬托下变得如梦如幻，只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忙碌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历经几个月的生长，小鸭子们已经褪去了稚嫩的外衣，正在河水中梳洗打扮着。鸡妈妈也带着小鸡仔出来放风了。随着大公鸡铿锵有力的晨鸣，起床后的安娜也来到菜园中忙碌了起来，收拾干净飘落于菜园中的枯叶。安娜来到出水口接了一壶水，准备把菜园浇灌一番。几个淘气包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阿黄在给安娜警戒着。刚买的洒水壶用起来是十分顺手，可以帮助安娜节省浇地时间。虽然进入了冬季，但地处热带地区的地理位置，让四季如春的山谷不那么寒冷，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园子里的蔬菜也挺拔着自己的身姿，正沐浴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着。很显然，一洒壶的水不足以让每一片菜地都能被滋润到。靠近鱼池的位置，决定了取水必须就近解决的问题。安娜来到鱼池，给壶里灌满了水，把每一片菜地都浇灌完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当你持续专注某一件事，你就能获得成功。这小馋猫已经自己动手获得了成功。有了小猫的成功案例，可怜的小鱼苗成了待宰的羔羊。就连秦王也带着自己的大部队，想要在池子里分上一杯羹。良好的天气状况，就连吃饱的哥俩都享受起了生活，跑到园子里晒起了太阳。鸡妈妈也带着刚出生的宝宝来到园子里见见世面。受雨季的影响，竹屋裸露在外的平台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。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，安娜打算趁着今天的好天气，把竹屋重新修缮一下。虽然并没有召唤小伙子们，但是有一个可以观摩学习的机会，小伙子们哪会错过？一行几人来到竹屋前，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山还是那片山，水还是那片水，只有竹屋饱经岁月的摧残，耷拉着自己高贵的头颅。当然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一把趁手的工具才能帮助安娜提高工作效率。一把经过改良的撬棍才是辅助拆除的必备利器，前期铺设的竹板也得全部拆除掉。虽然钉子已经锈蚀不堪，但趁手的撬棍撬起钉子来是毫不费力。经历大半天的忙碌，才把平台的平面拆除掉。原先的支撑柱经过长时间的雨水侵蚀，变得腐朽不堪。处理完平台，安娜仔细检查了平台的支撑柱，可以看到岁月的流逝也给支撑柱带来了损害，所以全新的框架建设才是今天的首要工作。使用油锯把腐朽的木头锯掉，腾出工作空间。由于以前的支撑柱太靠近河道，所以安娜决定把支撑柱的位置调整一下，在靠近屋子一侧的地面挖出坑洞，测量好坑的深度，靠着挖好的坑再挖一个地基洞，把整体支撑点往内移。为了保证新的平台的坚固性，安娜不再使用木桩来搭建支撑柱，而是使用结构更稳定的木板来建设平台地基。把堆放的木头取出来，在木头上测量好位置，画上标记点，使用油锯顺着标记点把木头锯开，得到原材料，把做好的支撑柱依次埋入地基中，调整好位置，再回填入泥土，把底部泥土压紧实。处理好支撑柱，在支撑柱上放置上木板。由于选用的木板较厚，而且为了保证框架的结实性，选用的木板材质过硬，所以必须使用手电钻，在连接点钻上小孔。再使用铁钉对其进行固定，接着还是按一样的方法，在每个孔洞中插入铁钉，对连接点进行加固。
横向搭建出支撑梁，连接点使用铁钉进行固定，再竖着安装上踩踏板。为了保证后续安装时木板的位置不会跑偏，最外侧的踩踏板必须先固定起来，然后再依次在横梁上排放好木板。由于木板的厚度不一，导致安装的时候踩踏板不能平整如一，安娜只能使用斧子在木板的背面凿出凹槽，使木板和支撑梁咬合在一起，确保每一片木板都能平整如一。当然，由于有屋体的支撑柱，所以还得另外给木板做出造型，才能安装屋子的支撑柱骨。依法炮制，此过程地面的安装就完成了。把没用完的材料收拾好，开始对连接点进行固定。由于每处的连接点都钻好了孔，所以只需依次插入铁钉，再用锤子砸紧实就可以钉好钉子。安娜用自己80斤的小身板测试了平台的稳固性，不过就你那娇滴滴的身躯，你确定真的可以吗？收拾好卫生，安娜拉动油锯，把地面多出来的部分锯掉，保证平台的前面能整齐如一。飘洒的木屑和轰隆隆的轰鸣声，仿佛在倾诉着平台的心声。刚放下油锯准备休息，结果看到掉落在河里的木头，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，安娜来到平台下面，把锯下来的木头收集起来，打算给炉子加衣加餐。忙碌完，安娜把原先菜园位置的杂物收拾了一遍，才返回了竹屋，唤醒了许久未曾使用的火炉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夜幕也慢慢拉下了帷幕，忙碌的一天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。安娜清扫了竹屋，把工具收拾好，回到了小木屋，打开了照明。由于拆下来的木头太多，把小院堆得满满当当，于是安娜临时起意，准备把木头处理一下，费了大半天功夫，把木头劈成小段堆在柴棚上，补充了余量不多的柴火。忙完一切，安娜带着狗子们返回了木屋。一天的忙碌没有停歇一刻，才想起来没有喂家禽，于是召唤起了外出觅食的鸭子们。喂食完家禽，安娜才返回了厨房，准备起了今天的晚餐。羡慕他人是无知，妒忌他人是愚蠢，模仿他人是自杀。人应该勇于接受自己，哪怕自己生来有缺点甚至缺陷，因为这才是自己。此刻的您是真正的自己吗？